如果有人告訴你我們所處的这一方世界其實是一個巨大且扁平的盤子，北極是盤子的中心位置，太陽和月亮是環繞在外層穹頂的燈球，而盤子的四周則是那高達數百米的南極冰牆。冰牆之外不僅有着無盡寬廣的世界，甚至還會有外星文明的存在。聽到這些後，你會感到驚訝還是恍然大悟呢？亦或是覺得過於離譜可笑？但這種看似降智的言論卻在全球有着超過600萬人擁戴，他們堅定地認為地平論才是唯一的真理。南極之所以被视作禁區，就是因為高層們不想讓普通民眾接觸真實的世界，甚至認為聯合國也是地平論的支持者，因為聯合國的標誌像极了一個扁平的地球。這可不是莫言在胡說八道，而是全球那数百萬地平論支持者發表的言論。那麼問題就来了，都2024年了，為什麼還會有如此離譜的情況呢？其實地平論自古就長期出現在各個文明之中，像是我國古代的《山海經》中的四季八荒，說到大地是有邊界的；像是古埃及文獻中將地球描述成一個被水環繞的平坦大陸；而印度的創世神話則更有意思了，他們認為支撐大地的是一頭巨象，巨象下方是一頭巨龜，而整個世界則處於巨龜的背部之上。甚至猶太人的神話傳說更加貼合地平論，他們認為天界與陸地中間隔着一個大海做成的穹頂，而在大地之下便是無盡的深淵地獄。所以說我們的老祖先都曾把地球視作一個扁平的盤子。可隨着科技的進步，這種想法早就被淘汰了，甚至上個世紀70年代就有了地球的照片。可地平論者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們認為不管是地球還是月球，亦或是太陽和银河系的照片，都是政府高層修改出来的，為的便是哄騙民眾掩蓋南極冰牆以外的真實世界，以及防止平民去接觸外星文明。並且地平論者還提供出了很多證據。第一個便是指南針的方向，他們曾經去到過南極做過實驗，可無論怎麼操作，指南針都通通指向北邊。那是因為處於大陸中心的北極是磁場最大的區域，不然根本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第二個便是飛機的航線，眾所周知，如今的民航飛機不會穿越南極，可卻有很多穿越北極的航班，所以地平論者表示北極是陸地的中心，所以飛機不可避免會飛越這個區域，而南極則是陸地的邊緣，所以飛機沒有能力穿越。但實際上在1979年還真的有一家新西蘭的航空公司設定了飛越南極的航線，但其中一個航班卻墜毀於南極的埃雷博斯山附近。地平論者堅定地認為此次的事故要麼是由於飛機撞上了南極冰牆，要麼是看到了不該看的東西被人為的擊落。而第三個證據便是南極條約。1959年的12月1日，美國帶頭和其他國家坐在一起共同簽訂了南極條約，將南極洲設定為了永久且中立的無主區域，不准任何國家在此設定軍事區域。可在簽訂此條約的幾年前，卻有一件詭異的事，那便是1947年美國在南極開展了一場名叫跳高計劃的軍事行動，出動了超過2艘航母和4艘潛艇，但在1年之後卻以失敗告終。沒有人知道美國在南極發現了什麼，只知道在1959年美國便牽頭簽訂了南極條約。可也就是這件事讓地平論者找到了把柄，原因有3個。第一是在那個特殊時期，各個大國都在互相競爭，像這種國際大事不可能讓所有領導人都同意，總會有政見不合的國家站出來反對，而南极條約簽署的過程似乎太過於順利。第二個便是美國的態度，要知道以美國佬的尿性，但凡能咽得下去，絕對不會吐出来。能迫使美國牽头簽訂如此和平的條約，那麼一定是遇到了所有領導人集體不可掌控的情況。第二個便是1947年美国在南極軍事行動的代號——跳高行動。難道跳高的目標是大陸最邊緣那數百米的南極冰牆嗎？不然這個行動代號真的無法解釋清楚。而在2015年時，一則新聞更是將地平論和南極冰牆推上了全球熱搜。新聞的來源是前美國空軍高級工程師，文中內容講述了1983年他在南極執行任務時經歷的詭異現象。原來身為空軍工程師的他經常駕駛戰鬥機測試機器在低溫情況下的性能，而這一次的飛行卻看到了永生難忘的情景。 There was this large opening in the ice where this air sampling station was supposed to be. How big do you estimate it was? I estimated that you could have at least flown one of our aircraft into it, probably more of the size of a football field.